首先，这个厨房很特别的是旁边有洗衣机啊，所以它是一边煮饭一边洗衣服啊。那财位我们不建议你一直滚动啊，而且洗衣机是水啊，你跟这个火混在一起肯定不是好事啊。所以呢，本来你的灶后面是不透光，是不会被取走钱的。可是你加了一个形象在，你做了一个天空跟一个大楼，然后让它会被外面看透，所以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向。它的厨房一乱，不是只有财库乱，是神明会乱，所以这应该是煮饭的人会被梁压到。请记得订阅设计家的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以及打开下方的细细字幕哦。装潢小学堂上课啦！大家好，我是魏助教。装潢大小事，我为你解释。厨房三要讲的就是大门、卧室跟厨房啊。阳宅吗？哦，阳宅三要。厨房三要，要是铸铁锅、瓦斯炉跟琉璃台。阳宅三要讲的就是大门、卧室跟厨房，这三个地方如果只要风水好，你的运气就会非常好。而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就是厨房，厨房啊影响了你的健康，也影响了你的财运。老师啊，我想要问一下说厨房的风水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呢？厨房在古代的时候就是一个藏财纳财的一个区域。那以前呢，甚至还会迎灶神。灶神呢，不只是管钱，同时也会管你的婚姻。毕竟以前常常讲嘛，女生可以抓住男人的胃，就能抓住他的心。在古代啦，现在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呢，这个灶神的仪式呢，虽然降低了，但厨房的重要性还是在那哦。第一个要注意的是，不能够开门见灶啦，就是说你想嘛，你的财漏白就容易被人家抢走，所以呢，你不能够开门的时候直接看到你的厨房，这很重要，也不能看到你的冰箱，因为这都是你储存财物跟处理财物的一个地方。那同时间，厨房一定要维持整洁，包括冰箱也要维持整洁，不然的话就会是你今天钱赚了，很容易就流掉，或是你的钱呢来的东西有很多的问题。厨房代表全家人吃东西，也跟健康是很有关的。所以，如果你的厕所正对到你的厨房，那会有同样的问题，就变成说每天大家吃的东西都是不干净的，是有晦气的，那这样就会让全家人的身体都会容易生病了。至于现在人很喜欢做的开放式厨房，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不重视隐私，也不那么重视储蓄的一个设计哦，自然就比较难存钱。当然，现在人的理财模式很不一样，有的人是不存钱，但做定期定额的理财，钱不在身上，或者是有些人呢，现在会从事一些比较高风险的投资，例如区块链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水格局，就反映了你的想法跟你的心思，所以看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自然就要做出什么样的风水格局哦。接下来就进到我们的案例讨论时间。老师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彰化的陈小姐，因为她计划在这边结婚生子，但她发现到她自己都存不到钱，睡眠也有问题，想说透过老师的指点，能不能改善她的一些生活状况呢？她照片上直接就是开门见灶的一个结构啊，那也就是我们所谓存不到钱。第二个节点是你的灶也直接在你的窗旁边，所以其实外人从外面一看进来，也会直接看穿你的灶。如果你现在做装潢改善，我们建议第一个是开门不要见灶，它有一个新的图嘛，看起来已经遮蔽了。但第二个建议你把灶旁边的窗户给封起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或是不要直接灶的背后是窗户，都是一个方向啦。好，那这里再往下是你现在的冰箱位置哦，直接对着客厅啊，也就是所谓的财直接漏光哦。那我们建议是不要这样啊，就冰箱如果直接对客厅，甚至直接对阳台，你的财也会直接被夺走，所以冰箱也是要藏起来的哦。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是中和的翁先生，他想问一下说，在这样子的格局当中，他一直遇不到所谓的职场贵人，请问一下还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来化解呢？你要说你贵人遇不到，比较跟床的摆法以及卧室的状态可能相对关系是比较大的。但我们还是针对你的厨房来做一些讨论好了。你的这个厨房呢，它是整个并排很整齐的，没有所谓的灶，因为你看起来只有琉璃台，然后饭锅。但是看起来没有煎炒的一个区域，或你希望你的厨房有灶的一个效果，那建议你还是要把这个煎炒的区域给整理出来，不然这里来看，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冰箱的位置，所以冰箱可能是你最大的一个核心。我们一般建议你啊，如果冰箱是你的财库，财库要稳不要动，我们建议你不要在上面放咖啡机。理论上来说，你财库如果一直在动，你也会觉得没有贵人，改成一个置物的地方，不要动的地方，可能会是好一点哦。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泰山刘小姐。
老师啊，它的厨房虽然没有开门见灶的问题，不过它的旁边有一个窗，这样是不是会有问题呢？刘小姐，你的问题比较是你的冰箱直接对着阳台，那你可以想象你的小偷从阳台进来就会看到你的财库啊，所以你的财库现在是露白的哦。那我们建议你把它遮起来比较好。第二是你的灶旁边也直接就有一个门，然后这个门是透明的，直接是对到外面的，看起来是对到后阳台。那这个呢也是属于财露白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两个局势呢都会造成你漏财。我们建议你用一些遮蔽的方式、隐藏的方式把它遮掉，会是比较好的一个状况哦。下一个是来自大马的阮先生，他的冰箱旁边有窗户，这样会造成所谓的财库漏白。老师啊，这样子会有问题吗？你这个看起来是超大的一个窗和气口的漏白。所以你可以想象，你的冰箱是贴着你的窗啊，所以你的财库是直接伸手就可以被探取啊。那这个漏财漏得更大，建议你做一个遮蔽比较好啊，就是不要让它直接贴着这个窗户，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向。接下来是来自大马的朋友，老师啊，他的厨房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这个厨房很特别的是旁边有洗衣机啊，所以它是一边煮饭一边洗衣服嘛。那财位我们不建议你一直滚动了，而且洗衣机是水啊。你跟这个火滚在一起，肯定不是好事啊！建议不要在厨房旁边摆洗衣机啦。然后再来是它的厨房外面直接是超大的窗户哦，所以灶直接露白哦，就是在处理前的时候都会曝光哦，这都不是一个好的事情。然后再往下来看的时候，它没有冰箱哎，我找不到它的冰箱啊，可能还是要有个冰箱作为一个财库的聚财会好一些哦。聊到了刑价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桃园的刘先生啊，老师啊，他刘先生厨房里面贴满了一些好吃的水果，请问这样子有问题吗？好，我们在风水上面有很多很细节的，通常不会公开来讲的技术。就简单来讲，我们要干净整齐，就是因为任何的奇形怪状，科学来讲可能是你心理的负担，那玄学来讲就是有形必有灵，你的奇形怪状就会出现问题。这个刘先生的问题是他在厨房里面贴了很多水果的图，但他是贴歪的，那这就会造成一个你吃东西吃不正确的一个意象，跟食物不正确的一个状况。我们讲处理食物就在处理钱财，所以造成你会在处理钱财上面的一些方法是有问题或是很颠倒，那这都不是太好的事情。然后另外一步是它旁边是直接开一个门，对到他们的后阳台有个洗衣跟看起来是烘衣的区域，那个区域非常的杂乱哦。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污秽和杂乱的状态都会影响到你煮饭的部分啊。所以建议你要维持整个区域的整洁和整齐是比较好的。刘先生，不管从客厅到厨房，我觉得都是有一种太混乱的感觉。我建议你就是尝试用断舍离的方式，把家里做成极简的部分，你的运气应该就会大幅改善哦。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丰原的郭先生，老师啊，他的厨房呢前后都有一个门，那他就通出去外面了。请问这样距离这么短，会不会有风水上的疑虑呢？首先，你的这个厨房是直接门对门，某种程度的穿堂，但是是厨房的，你没有被就是直接看到里面的问题。那这一种还算是比较常见的。你比较大的问题是东西真的太多且太杂乱。那我们讲这个厨房跟财的气有关，如果厨房一旦杂乱，你的财气就会不顺畅啊。然后第二点是，你会发现你的天花板的很斑驳很严重，那意味着你里面可能偏湿，或者是说有壁癌的问题。整个家里面其实都不适合有这种斑驳跟壁癌，会容易有皮肤的问题啦。那如果你是厨房有，就变成是你在钱财上面容易漏财之外，你在煮饭的时候吃东西也容易出状况。所以呢，建议你要把这个厨房附近的天花板啊、墙啊整整弄干净。那这样子呢，才能保证你的财是比较顺利的，而且身体会比较健康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无期的李小姐，老师啊，她的是一开门就直接看到灶，我想这应该是风水上的大忌吧？有没有什么化解的地方呢？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李小姐哦，你这个不能完全算是开门见到灶，因为你开门应该是看不到哦，你是开门往前走才看得到。比较可怕的是开门前面就是灶，已经小很多了。但我们还是会建议你在你往前走的灶的这个边哦，加一个挡板或是一个帘子把它隔开，不要说它往前走一步，右边就是。但是你的厨房比较大的问题是你硬生生帮你的流理台后面加了一个假窗户，所以呢，本来你的灶后面是不透光，是不会被取走钱的。可是你加了一个形象在，你做了一个天空跟一个大楼，然后让它会被外面看透，所以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向。你的灶是要有靠的，所以你有这个窗，代表你的钱财就容易没有靠，而且你在流理台旁边，就我们讲处理食物、处理钱财，你处理钱财后面没有靠，所以你钱就容易流掉。建议你把后面这个假的景色给拿掉。
对你的财运会比较好。下一个是来自新庄的蔡小姐，她的厨房的洗手台直接对着门，所以她用了一个比较长过膝的窗帘来打，这样是不是已经有所改善了呢？蔡小姐这个处理，我觉得已经算是蛮到位的了。她比较大的一个状况，老实讲，用一个不透光的门，可能还是会更好。第二个是我建议她的那个布帘的图案可以更素一点，因为它现在是有一点点几何图案的山，那这个山都是有一点偏尖呐，我们不建议有尖的部分出现，所以建议它的布帘可以更素雅一点，会更好。但大致上做法，我觉得都算是处理得相当不错了。下一个是来自新竹的甘小姐，老师啊，她是在车库后面有一个超级大的厨房，请问她的厨房有没有什么问题呢？甘小姐的这个厨房好像比她的客厅还大，因为她2楼那个没有那么大。然后呢，因为狗在那，我猜她应该是常常在那办公，那应该是兼她的书房跟厨房。那我们都不建议这样子空间和在一起，都不是好事啊。我会衷心的建议她，是不是尝试把这个1楼的中间，也就是2片窗这边做一个隔间隔层，一个是她的书房空间，一个是她的厨房空间，把它隔开。然后如果它纯粹作为厨房，这个窗又有点太大了，而且会直接看到它冰箱或剩下等等的东西，也不是太好。那至于说它厨房的这个灶跟处理的位置旁边有窗，其实都没有直接对到，所以我觉得还行。但比较大的问题还是整个作为书房又作为厨房，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树林的蔡先生，老师啊，他的厨房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折角，请问这样子是不是会有一些问题呢？我会建议他在厨房这个位置进行一个隔间的动作，把它变方正，这样可能会走不到后阳台，所以建议是从小孩房过去。这样子呢，把他的厨房也变方正，不要去用那个角的空间，其实对他整个家庭和包括对小孩的状况都会好很多。要不然有那个不方正的问题哦，它就会形成一个角煞。我们一看照片就很明显，你就会看到一个角，这个角煞会非常影响进出这个厨房的人的状态，然后甚至是容易有失火的问题，因为角煞又在厨房，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下一个是台中的吴小姐，她的坐向是坐西朝东，老师啊，她的厨房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想象哦，你在家的时候，冰箱如果是你的保险箱，理论上你会把保险箱塞在一个很里面的位置，不会让保险箱只塞一半。对不对？还在外面可以看得到你保险箱，通常你不会这样做。那目前来看，它有做一个藏冰箱的柜子，但那个柜子太小，所以冰箱太大了，所以导致冰箱整个凸出来啊。这代表说你的财库我就收得不完整，所以最后你还是会有漏财的一个问题。建议他把这个收冰箱的柜子往前一点，或者把冰箱换小台一点，我觉得会好一些啦。下一个是来自杨梅的林先生，老师啊，哇，他的图片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仔细看这张图片的上面，它有放2个像是貔貅或是麒麟，我看不太清楚。但同时中间应该它有个香炉，我猜它是供着灶神啊。所以这个人家如果有供灶神的时候，那我们就要依神位的角度去讨论。那首先比较注意的地方哦是什么？神位前面必须要干净。那从这个他拍照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看起来是干净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他最后神位看到的那面墙到底是什么？是不能够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整体要比较素雅。如果很虔诚的拜，我觉得问题都不会太大，但就是不要触犯一些神明的禁忌，例如说你不要这个脱光在前面走来走去啊，或者说你不要把垃圾堆在那里啊。所以我就比较注意是他煮完饭的时候的厨余跟清洁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的厨房一乱，不是只有财库乱，是神明会乱。那神明会乱，问题就会被放大很多倍。所以呢，他维持整洁，维持他好的状态，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下一个是鼓山的林先生，他是餐厅在后阳台跟厨房合在一起，请问他的格局是不是有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林先生的厨房哦，你会发现它上面有挂一个招财物，挂了一个金元宝吧。你要做任何的招财在厨房里，或是你认为台位的设计都要干净。但事实上，我们从这个林先生的厨房来看，他尽力了啦，看起来他摆得很整齐，可是他东西真的很多。那东西很多的时候，他的磁场就比较混乱，你摆这个招财物的效果会很有限。所以如果你希望它很有效，第一步可能得把你冰箱上面的所有便利贴给清掉，这样才能维持它磁场的整齐。当然，你如果没有要做招财的设计，那就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内湖的西先生。老师，他是一个属于开放式厨房，而且冰箱也蛮大的，马上就被看见。请问他的厨房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要注意的地方呢？西先生的问题是你的厨房的门太大，然后冰箱也太大，就是一切都太大。建议你第一个从门上面做一个设计，至少它转出去那个门做不透光且看不见的，那对你的冰箱会有比较大的保障。但第二个也是建议你冰箱前面如果能再做一个遮挡，让它不要直接可以这样被看见和拿，这样会是更好的。另外一个部分是
因为你可能是有采光的考量啦，所以你现在这个做法会把这个瓦斯炉做在这，但你要注意你上面应该是梁哦，所以这应该是煮饭的人会被梁压到。那梁本身会有磁力的问题，一般磁力的问题金属解决是比较有效，所以瓦斯炉可能可以解决这个，但我还是觉得上面的那个角建议你包成圆形的，这个梁不要是方形，我觉得会比较圆顺啊。对于在煮饭这些人来说，厨房呢真的影响我们非常多，我们一天三餐呢就是会在厨房里面使用非常多的频率啊，厨房风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节目最后还是非常谢谢简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我们这些厨房的风水建议。好，谢谢大家哦。今天也是看了非常多有趣的厨房啦。那不管是冰箱的细节，还是窗户的细节，在影片之中都有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希望大家呢都能有一个聚财且好让你留财的一个厨房。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恭喜简小姐获得一个没有问题的厨房。哇，阮先生这个很酷哎，可以讲一下冰箱是贴着窗户。有啊，它是水果贴错了，它不能贴转的啊。它这代表它食物没放正嘛？谁想得到后面贴一个就是高楼大厦的窗啊？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分享给你的亲友，锁定我们每周4更新，让我们一起过好生活。